大家好，我是斗鱼主播1fight。今天想测试的技能是赞恩的肾上腺素，以及使用霍存。使用霍存可以提升它的最大护盾容量，然后肾上腺素是可以提升它的主动技能的冷却速率，而且它这个速率是跟护盾值有关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两个技能一起测了。至于这一次我们是把护卫者这个点啊都清掉了。清掉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终结技能啊，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冷却时间。所有的点我们都洗掉了，然后我们也没带模组，剩下的我们就换不同的盾去测。首先我们测的话，就是先带上这个充能者咯，11300的护盾容量啊。我们现在左下角显示的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护盾容量先记下来，11302。好。记下来之后，我们先测使用技能霍存这个技能啊，我们先把它1级点上，好，加10%啊。反正我们先把数据记录了，好吧，先把数据记录了，12433，好，13563。3级，好，1469。好的，那咱们本期测试这个使用霍存和肾上腺素以及其他圣物啊模组的冷却词条的这个实验已经有结果了。这次实验还是数据非常的吻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截个图，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截个图啊。你们先截个图。好，截完图之后我们直接说结论啊。结论。好，咱们结论就是，使用霍存啊，3级确实可以增加30%的护盾容量，然后护盾容量呢加成呢是直接按护盾面板的容量去计算的，它不需要再次考虑这个护盾的词条啊。比我们这个护盾词条是有加40%的护盾容量的，但是它还是按我们这个护盾最终容量11000的这个容量去计算的。你看我们这个护盾啊。是有一个加40%的护盾容量词条，但是它计算的时候只按11302那个面板去计算这个30%，所以这个技能比想象中的收益会大一点。还有第二个就是肾上腺素的冷却效率加成是根据剩余护盾容量百分比计算的，比如说你剩余的护盾是100%，也就是你是满盾的话，你就直接它的冷却效率直接是按这么算，冷却时间除以1加35%啊，它是按百分比计算的，百分比啊，100加冷却速率百分比，对，反正对，就是按你说那个好，然后其实就是以此类推啊，我们这个圣物啊，这些冷却速率的词条啊，全部都是按冷却时间除以1加相应的这个冷却速率的加成啊，配合上肾上腺素也是这么算啊，冷却速率除以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挨个测了之后，确实，这个公式啊，已经基本上是明确了的。当然了，如果终结技能，就是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护卫者技能终结没有加进去吗？那至于加上终结技能它怎么算，我现在就不太清楚啊。这个以后看大家能不能把它研究出来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单独测过。在上一期我们单独测过，有疑问的可以看单独上一期去看终结这个技能，它是冷却速率减了多少，是减了非常多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已经算出一个跟数据非常匹配的一个数值了，去除了终结之后啊，我们可以算出这个结论。好，那我觉得这一期我们的这个结论还是很可以的。好，那我们本期节目也是到此为止，下一期测试，那咱们就下一期测试再见喽。好，大家拜拜。
大家好，我是一 fight。刚才我们还有一个减 CT 词条没测啊，所以我们在这个 P2 补上。这个减 CT 词条是在护盾上面那个减 CT 词条啊，有主动技能失效时，主动技能冷却速率会在短时间内提升20%。到底在没有终结的影响之下呢，它减了多少的速率是吧？我们还是跟刚才加点一样啊，我们就直接开测。好，直接开测啊，把技能一丢。部署屏障。准备计时啊。好的，那我们刚才啊，因为这个护盾啊，它的减 CD 词条是有一个短暂时间内有影响的，就它会被短暂时间所影响，所以它不是一直都是20%的这个冷却效率啊。所以我们也对这个短暂时间内做出了一个公式的推算，大家都可以去截图啊。我们从前面开始截图吧。有的是在 PE 已经说了的，大家都截个图。就如果对数据有疑问的，可以截图啊。然后那个推算公式我就不详细在这里讨论了，大家可以看我算的对或者错，如果有错的话也可以给留言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应该是大概是这么推算的。还有要说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受服的那个短时间内指的短时间内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里只是推算了护盾的这个短时间内指的是这个18秒。虽然我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我觉得这里好像没有让我看出明显的问题来。这些计算，好，那接下来这些是剩下的数据，然后结论的话，我们比 P1 补充的结论在于护盾从这里开始，从 F 开始。大家把这些结论可以看一下，短时间内的效率，它指的是短时间内指的是18秒。如果在18秒以内的计算公式呢，我们就是直接往下除就好了。如果是18秒以上的那些公式呢，大家就根据这些公式反推一下。我现在就不列了，因为可能也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我算的应该是不一定对啊，所以我就没去详细的把它列出来。18秒以上它应该是怎么计算的？好。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都会在18秒以内去搞这些 CD 的，所以那就这样咯。好，那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期的无主之地3实验室再见。好，拜拜。